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想来聊一个，我觉得对亲子互动最有帮助的一个能力，这是我在家里用了很久很久，真心觉得超棒的一个方法。我把它叫做丰富的眼光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帮助我们在每天跟孩子相处的时候，能够看到他行为背后真正的亮点，而不是，老是只看到那些表面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个情境，大家可能会很有感觉。你看哦，左边是以前的我，右边是现在的我。左边那句"你怎么还不去洗澡？我讲几遍了"，这句话是不是超级熟悉的？我想很多爸爸妈妈家里，这根本就是每日金句吧。但是你看右边这句，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？这就是当我们的眼光改变之后，讲出来的话也会跟着改变。所以到底什么是丰富的眼光啊？其实说穿了很简单，就是当我们看到孩子一个行为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去看问题在哪里，我们先试着去看看，他这个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动机？他付出了什么努力，或者他展现了什么样的能力或特质？我先强调一下哦，这绝对不是说要我们放任不管哦，不是的，它比较像是一种先理解再引导的顺序。你可能会觉得，不过就是换个角度看事情嘛，好像很简单。但跟你说，这个小小的转变对整个家庭气氛的影响真的是超乎你想象的巨大。那为什么它会这么重要呢？我觉得有3个很关键的地方。首先第一个，它很神奇的可以降低亲子之间的冲突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试着去想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那把火是不是就比较不会马上烧起来？再来第二个，它会让孩子觉得他真的被看见了。其实小孩子最渴望的不是别的，就是被理解，而不是一直被贴标签，说你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最重要的是第3点，它会开启一个很棒的正向循环。你想，孩子被肯定了，他是不是就更愿意合作？那他愿意合作，我们后续要引导他，当然就容易多了，对不对？不过我知道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的不太简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人常常会有一些思考的惯性，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就看错方向了。我们最常犯的3个看错方向的习惯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只看到结果，却忽略了过程。比方说看到牛奶洒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可是我们可能没看到，他其实是想要自己倒牛奶给你喝，他想帮忙。再来第二个，我们很容易用大人的标准去看孩子，觉得他动作慢就是拖拖拉拉，讲不听就是故意作对。那第3个，我觉得也是最常见的，就是我们太急了，急着提醒，急着纠正，就是忘了要先观察一下。我们的焦虑真的很容易让我们就这样错过了孩子真正的努力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，就是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深刻地感觉到丰富的眼光到底有多大的力量。我记得那天放学，天气不太好，风很大，雨也下个不停，我就一手撑着伞，另一手紧紧牵着孩子，心里想着，赶快回家吧。结果走着走着，我儿子突然就停下来了，不动了，低着头，好像在地上找什么东西。跟你说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那个火大概咻一下就上来了，一定会说，现在在下大雨，你快点走好不好？不要再拖了啦。但那天我告诉自己要练习，所以我停下来，真的就先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蹲下来问他，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？结果他抬起头，脸上很着急地跟我说，妈妈，我的橡皮筋掉了。我承认，我心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还是大人的想法。一条橡皮筋而已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但是我忍住了，我接着问他，你手上怎么会拿着橡皮筋呢？结果我儿子就小小声的跟我说，
因为前几天你在家里不是找不到橡皮筋吗？我今天在学校捡到一个，我想说可以带回家给你用。哇！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我才突然明白，原来在那个又湿又冷的大雨中，他不是在拖拖拉拉，也没有在闹脾气，他是在很努力的守护一份要送给妈妈的小小的礼物。如果我当下只看到停下来不走这个行为，我看到的就只是个麻烦。可是当我换了一个眼光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满满的贴心、细腻，还有他对我的爱。这个故事给我的感动，真的让我更确定这个练习是非常有力量的。好，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练习丰富的眼光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真的。来，我们来看3个步骤。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先暂停，大概3秒钟就好。在3秒钟的暂停是为了打断我们那种很自动的马上就要骂人的反应，给自己一个空间去换个角度想。好，暂停之后，第2步，我们试着去看孩子的意图或是能力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他现在到底在努力做什么？他这个行为展现了什么好的特质吗？然后第3步，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，要用观察来开头，而不是用纠正来开头。什么叫做用观察开头？很简单，举例来说，你可以讲，我看到你好像很在意那个东西哦，或是说，我看出来你很努力的想要把那件事完成哦。当我们用这种话开头的时候，孩子心里会觉得，哇，妈妈懂我耶，他感觉被理解了，接下来的沟通真的会顺畅非常多。那为了让这个练习可以变成我们家里的一个习惯，我还想分享一个很实用的小工具，可以帮助我们哦。当啷，就是这个丰富的眼光记录表。练习方法超级简单，就是每天只要写下1件你观察到孩子身上的亮点就好了。不用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大事哦，真的不用，就是一个很真实的观察。比如说，他今天跌倒了，可是愿意再试一次，或是他今天主动分享了饼干。当我们开始有意识的去记录，你真的会吓一跳，原来我们孩子的亮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太多了。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从我们看见亮点开始，然后启动的这个正向循环。你看，孩子被肯定了，他是不是就更愿意努力？他愿意努力，我们大人要引导就更容易，引导顺利了，孩子就更敢去尝试新的事情。这个好的循环一旦建立起来，真的比学任何单一的教养技巧都还要来得重要。最后，我想用这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聊的所有内容。我觉得，不管学了多少教养的技巧、方法、工具，他们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上，那就是先看见孩子，而不是先看见问题。所以，丰富的眼光，它其实不是一个技巧，它是一种能力，一种可以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得更温暖、更稳固的能力。好，那谢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可以在育儿这条路上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